凌晨2点，楼上邻居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今天我好像在咱们小区看见了一个通缉犯，就是隔壁县杀了一家4口然后潜逃的那个人。然而此言一出，整栋楼的人都不淡定了。1202，别吓我，是不是看错了？咱们小区治安还挺好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通缉犯？刚才发消息的1301继续道：等我找找通缉令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在群里发出了一张截图，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是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普通长相。要不是下面的悬赏金额标着10万块，真看不出来这么个看着老实巴交的男人竟然是个通缉犯。我一开始还没怎么在意，刚才睡觉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劲，总感觉眼熟，就在咱们小区小孩游乐设施那一块。我们俩打了个照面，这一下子群里的人都炸锅了。有知道内情的邻居忍不住说话：602，这人我知道，是我们老家的，听说是他闺女被同学搞大了肚子，结果人家不认，就把人一家都杀了。就那个小男孩和他妈侥幸跑出来了，听说当时屋里全是血，他爸肠子都出来了，吓死人了。502，就为了这点事儿，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？他闺女不检点关人家男方什么事儿啊？402，就是现在的小姑娘都太随便了，说不定是他主动勾引的人家，谁知道呢？802，嘴上积点德吧，就好像你们知道似的。402，我怎么不积德了？怎么别人都没大肚子，就他被搞大肚子了？群里还在吵，我握紧手机，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就在此时，楼上传来一阵闷响，随即寂静的走廊里脚步声慢慢响起，外面有人在走动，可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甚至不敢去看看外面到底是谁。群里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活该，我颤抖着手指赶紧打下几个字，这时候还有心思争论这个？赶紧报警啊，这可是杀人犯啊！不一会儿楼上回复了1301，报了，警察说很快就到，大家放心吧，今晚上先别出门。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没事儿的。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再次醒来时，窗外已经天光大亮，连滚带爬的拿过手机打开业主群，楼上又说话了1301，刚才警察跟我联系了，已经抓到了，大家不用怕了，安心睡觉吧。402，这么快？感谢警察叔叔。就在这时，群里又有人发消息了：202，刚醒，可我男朋友就是接到派出所的，他说昨晚上没接到过报警电话，也没出过警。601，会不会不是咱们接到派出所接的警？202，我男朋友打听了，昨晚上就没抓过人，这么大的案子要是给办了，肯定早就传开了。1301，你到底在哪儿报的警？其他人也跟着艾特起来。302，你是不是耍我们？赶紧出来！1301。802，造谣是要进去的，再不说话我们就真报警了，你就等着进去吧。1301。然而昨晚还积极发言的1301，这次却一言不发了，艾特许久无果。有些脾气比较暴躁的邻居干脆在群里扬言要去找他，尤其是楼下的502，那是个光头大哥，直接就说要上来。我也有点生气，反正就在楼上，我干脆也跟着一起上去了。结果我和光头大哥刚上了半层楼梯，脚步就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。楼上的大门虚掩着寂静无声，我们对视了一眼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？大哥咬了咬牙，走，咱们上去看看这孙子到底出什么幺蛾子。到了门口，我总感觉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铁锈气。我刚想问大哥闻没闻到，他就伸手一把推开了门。1301的邻居正安静地躺在地上，瞳孔已经扩张开来，身下的血凝固发黑，白色的墙上写着2个血淋淋的大字：等我。当天小区里好像热油进了滚水，彻底沸腾起来了。经过法医的判断，这人死了挺长时间了，身体都硬了，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昨天下午。可是明明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，1301还在群里说话来着。小区里出了命案，人人都开始害怕了。802，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开始报复社会了？现在是无差别杀人了吗？602，我感觉不会吧，因为听说当时他杀那一家4口的时候，那家里还有串门的邻居在，他也没杀人家，把人家放回去了，怎么会现在就开始随便杀人了？402，这种杀人犯怎么说好呢？可能就是心理变态了，想多拉几个人垫背呢。我也有些奇怪，因为这个案子我知道，当时领导派我去写稿子，但是我心理素质太差，在现场吐得天昏地暗，最后领导只能找人来换我。我想了一下，给同事发了个微信，问了一下具体的情况，同事很快甩过来一个链接，压根儿就不是你们邻居说的什么被搞大了肚子，这个小女孩很惨的，让你们邻居积点口德吧。我点开链接，瞳孔微缩，标题是14岁女孩拒绝同学示爱惨遭毁容，还配了照片，眼睛虽然打了码，却也能看出来
这是个很清秀漂亮的小姑娘。14岁的琳琳因为拒绝了男同学的示爱，男同学怀恨在心，趁琳琳放学回家的路上将其强行掳走，带到荒地里强暴，并在其脸上泼了大量硫酸致其毁容。凶手因不满14岁无法定罪，只能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那个案子我跟到现在，杀人的就是女孩的爸爸，女孩子他妈生她的时候就没了，这些年都是他爸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。听说那个小畜生犯事之后，女孩爸爸去要说法，结果被他一家给打出来了。他妈还带着那个小畜生去过那个女孩家里，问他怎么还不去死。怎么说呢？虽然杀人不对，但也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我抿住下唇，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杀人啊，被抓了留下那个女孩子自己可怎么办啊？同事沉默了一会儿，许久后他说道，那个女孩死了，是自杀。我把链接发到了群里，很快就有知情的邻居扒出了楼上的身份，原来1301叫赵一强，也是个网编记者。当时他全程报道了这件事儿，有邻居直接把他撰写的文章发到了群里。听村里人说，这个男孩是出了名的敦厚老实，非常腼腆也非常孝顺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叫琳琳的女生在学校就比较爱打扮，和男同学们走得很近。小编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老实人如此疯狂？或许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他全程都在暗示被害的女孩子不自爱、不检点，故意勾引加害人，才迫使加害人一时冲动。群里开始激烈讨论。802，这个人说的什么东西？人家小女孩被强暴了还被毁容，到他嘴里就成活该了。我看他现在才是活该。502，现在什么人也能叫敦厚老实了？老实人实惨。402，我觉得他说的没问题，怎么那么多女孩就非得强暴他？肯定是他不自爱啊，说不定是他主动约人家出去，后来又后悔了想勒索人家，结果人家受不了才给他毁容的呢。502，楼上脑子进水了吧？给罪犯洗的。602，希望你以后也遇上这种人渣，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得出来这种话。402，呵呵，急了，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对。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上一个这么写的人已经被杀了，你怎么就知道那个通缉犯现在就不在群里看着你的发言呢？说不定今晚就轮到你了。当天晚上群里又热闹起来了，无外乎那个叫刘贵友的通缉犯到现在还没被抓到。601，现在到处都是天眼，连个通缉犯都找不着，这群人干什么吃的？这时候402突然说话了，他先在群里发了一个新闻的评论截图，一个名为莫欺少年穷评论道，小年纪就知道打扮了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看多半是仙人跳人家没成，把人家逼急了，活该。现在的女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支持这个男的，干得好，怎么没把他杀了？很明显，这个莫欺少年穷就是402，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些，但是群里立马炸开了。802，你有病吧？我看你才是真的反社会，你说这话也不怕遭了报应？键盘侠竟在我身边。502， 402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有脸发出来？402没说话，继续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200斤左右的黑胖子正坐在电竞椅上。随即他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这就是我。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警察敲了门。402死了，他死前你曾在群里说不定今晚就是你了，请问你是提前知道了些什么吗？我懵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说话随便吓唬他的，他怎么会真死了？在看了监控确定我当晚都没出门后，我的嫌疑被排除了，警察估计也就是走程序。谁都知道杀了他的肯定是刘贵友，但让我不解的是，真正害死刘贵友女儿的那个男同学和他妈妈已经逃出来了，他不去追杀他们，为什么倒要来我们小区杀这几个无关紧要的人？我赶紧把情况跟同事说了一下，问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情况。同事过了一阵子才回，其实那个小姑娘一开始也没想死的，治疗也挺积极的，他爸还到处打听哪里植皮技术好，以后攒钱带她去整容。结果后来被那个记者把这事儿发网上了，还颠倒黑白。你也知道网上什么人都有，好多人就去骂小姑娘不检点，活该，反正说得很难听。结果那天回来，他爸就发现他割腕了，临死前手机屏幕上还是骂他怎么还不去死的私信。他把一张照片发给我，莫欺少年穷，母狗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被毁容的滋味怎么样？爽不爽？我双眼发直，放下手机，怪不得他要杀了这2个人。赵一强把女孩的事情胡编乱造后发到网上，引导舆论网暴。402的私信则成了压倒女孩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所以女孩的父亲来复仇了。这些隐藏在网线后的蛆虫，在黑暗里肆意发泄着自己的扭曲和戾气，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言行负责，让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。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一直热闹的业主群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刘贵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这些天我们小区警车来来往往，到处都能看到巡逻的便衣，然而他却一直没被抓到。往日晚上热闹的小区已经一片死寂了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持续的高压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，警察恨不得把所有警力都出动驻扎在小区里，势必要把刘贵友拿下。然而刘贵友又杀人了，只是这次不在我们小区，而是在离我们这里很远的一片城乡结合部。他找到了那家逃出来的母子，杀了妈妈后把儿子绑走了。躺进医院的病床，一阵喇叭声突然响起，欢迎来到鬼畜医院，
请遵循以下规则：一、你们接下来要完成5个科室的考验，失败者将被淹死在福尔马林中。2、请不要伤害科室内的医生，否则将当场死亡。3、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。4、只有全部项目完成之后，才能活着离开医院。目前存活人数20人，生存游戏正式开始，请前往2楼迎接第1个科室的考验。话音刚落，病房的房门自动打开，我带着疑惑和不解缓缓走上2楼。此时2楼狭窄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，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慌张。走廊上方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病毒检验与防疫科。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走了出来。各位病人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第1科室。众所周知，病毒的检验与防疫是医学中最重要的事。我身后有2款疫苗，左边为蓝色疫苗，右边为红色疫苗。请注意，大家要选择出正确的疫苗，打到正确的位置上。每个人限时1分钟。帅哥，你先来吧。女护士抬手指了指一位年轻的小伙子，小伙害怕走上前，对于2款疫苗的选择也是十分纠结。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，女护士凶狠地催促道：“选好了吗？要不然我来帮你选吧。”此时的小伙早已汗流浃背，声音有点发颤：“我选蓝色，蓝色是我的幸运色。”女护士立即拿起一支蓝色的疫苗给小伙递了过去：“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”小伙咬紧牙关，猛地朝自己的大腿扎了下去。此时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小伙的结果，可疫苗注射进身体后，仅仅过了3秒，小伙立马浑身抽搐起来。最近换了新手机，看视频果然更清晰。大家换新后，旧的都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相机、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2300多，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特别省心。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，甚至来不及呼救便倒地不起。然而女护士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嘻嘻，真好玩，你选错了，下一个。”接着她伸手指向另一位女子，女子走上前对着女护士小声地说道：“我选择红色。”因为按着正常的逻辑，现在大家都会默认蓝色的疫苗是错误的，红色疫苗才是安全的，所以女子的选择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女子算是有点常识，接过疫苗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咬牙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。就在大家以为女孩的选择是正确时，女孩刚走出一步，身体突然僵住，接着身体同样抽搐起来。女孩也选错了。此时的众人全都陷入懵逼的状态，因为2人的惨状表明蓝色不对，红色疫苗也不对，该怎样做才能顺利通过呢？就在大家沉思之时，女护士再次开始了点人，这一次竟然点到了我。待我走到跟前，女护士笑嘻嘻地问道：“你选蓝色还是红色？”“我选蓝色。”女护士将蓝色的疫苗递了过来。“好的，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”就在我准备放手一搏时，抬眼间我注意到了疫苗后面的墙上有2个大字，蓝色疫苗后边的是左，红色疫苗的后面是右。而前边的2人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，2种疫苗好像都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们注射的部位并不同。第一位小伙选择的是蓝色，但注射的右腿；第2位女子选择的是红色，却注射的是左臂。也就是说，疫苗的选择并不重要。正如女护士所说，要把正确的疫苗打到正确的位置才是关键。蓝色疫苗对应的是左，要打在左手或者左腿上；红色疫苗对应的是右，要打在右手或者右腿上。想到这儿，我立马将蓝色疫苗冲着我的左手打了进去。之后我紧闭双眼，期盼着我的分析是正确的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时间过去了5秒钟，我还活着，我选对了。这时女护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恭喜你，顺利通过。有了我的前车之鉴，后边的人都开始照抄起来，做跟我同样的选择，扎同样的部位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大家便顺利通过了这关。这时喇叭声再次响起：“恭喜你们过关，目前存活人数18人，生存游戏挑战升级，请前往3楼迎接放射科室的考验。” 3楼的空间明显比2楼宽敞了不少，在正中央，一台硕大的机器矗立着，旁边站着一位男护士。当他见到我们时，笑嘻嘻地说起了规则：“想必各位都做过 CT， 这一轮的考验十分简单。我身旁是一台新型放射机，它能够放射出温度高达500度的激光，只要诸位能在这激光的照射下坚持30秒，就算过关。”听到这里，在场的10几号人立马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。别说是500度，哪怕是被100度的开水烫一下，皮肤都会瞬间掉层皮，更何况是500度，这简直就是让大家去送死啊！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后缩，生怕被男护士第一个指到。请大家保持安静，不要喧哗，不要乱动。考验正式开始，下面开始点名，请听到名字的人依次进行挑战。如果听到名字不出来者嘎。果然，我们的心思早已被男护士看穿，这次竟然换成了点名。男护士高声说道：“第一位，坤坤，请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”什么？人群中听到自己名字的小伙惊声喊道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可男护士根本没给小伙多余思考的时间，再次催促道：“请坤坤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”小伙这才回过神来，鼓起勇气走进了机器中。随着机器门缓缓关闭，一阵刺耳的机械运转声骤然响起，30秒的倒计时也开始跳动。当那道激光渐渐靠近，小伙吓得大声尖叫：“救命呀！
好热。然而男护士丝毫没有理会小伙，反而笑得更加肆意。只见那道激光缓缓扫过小伙的全身，小伙的身体瞬间化作成焦炭，整个3楼的大厅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烧焦味，众人全都被眼前这恐怖的景象吓呆了。可男护士却依旧笑嘻嘻地喊道：坤坤 out， 有请第2位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可这次男护士喊完名字许久，人群中都不见张漂亮的身影。只见男护士再次喊了一声：请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人群中依旧不见有人站出来。男护士轻轻一笑，说道：我宣布张漂亮 out。接着人群中一个女人应声倒地，看来这个女人妄图挑战权威，坚持不站出来，可下场依旧是死。接着男护士继续开始点名：下一位雷小燕，请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有了张漂亮的惨死警示，李小燕这次主动了许多，没有丝毫犹豫地走进了机器。随着倒计时开始，那道炽热的激光再次缓缓袭来，李小燕迅速挪动身体试图躲闪过去，可下一秒激光射线迅速变粗，一阵惨叫声再次传来。看到李小燕的死状，我吓得双腿发软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：你好，我叫青青，我想我们可以合作一下。你好，我叫酱汁，什么合作？第1关的时候多亏你找对了方法，我们才得以通过，而正好我知道这关的通关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与此同时，男护士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：下一位请青青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青青对我比了个静音的手势说道：不要乱动。接着他缓缓走进了机器，随着一阵机器运转声，30秒倒计时开始跳动。只见青青闭上眼，仿佛坦然面对一般，任由激光缓缓扫过自己的身体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青青竟然成功通关了。不知情的众人开始议论纷纷：为什么？他怎么过关的？谁知道呢？靠的运气嘛。而只有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男护士继续点名：下一位小美，下一位宋宝宝。陆陆续续进去了好几位，有的人模仿青青成功过了关，但有的人依旧变成了黑炭。下一位酱汁。终于到我了，我走进机器，同样和青青一般紧闭双眼。伴随着倒计时开始，一阵炽热的激光扫过我的腿部。激光虽然炽热，但身体还算能够承受。而通关的奥秘就在这里。男护士在点名前说过，要保持安静，不要乱动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大家按照要求去做，激光的温度刚好是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。只要大家一有动作或者发出声音，温度就会迅速飙升到500度。其实通关的秘密就藏在男护士的话中，只不过大家在面对高温的恐惧时，不是忘掉这句话，就是忍不住的大喊或者躲避，所以就会触犯规则。倒计时结束，我通关成功，再次见到了青青。你真厉害，我可以跟你合作。此时喇叭声音再次响起，目前存活人数13人，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4楼迎接下一个科室的考验。来到4楼，我发现这一层装饰比较独特，无论是墙壁上还是天花板上，都装着密密麻麻的管道。而大厅的正中央竖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呼吸科3个大字。这时大厅里来了2位推着医护车的护士，医护车上分别装的是防毒面罩和瓶装水。此时喇叭声响起，欢迎大家来到呼吸科。在这场考验开始之前，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2种物资，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补给，切记每个人只能选择1款物资，不选或者多选者嘎。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又开始议论纷纷起来。因为根据前2轮的经验，这2种物资必定直接关系到大家的生死，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选择都比较纠结。我也是如此，小声地询问青青：防毒面罩和矿泉水，我们选择什么？青青则冷静地分析道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一关是呼吸科，肯定要选择与其相关的防毒面罩，胜算更大一些。可是什么？我疑惑地问道。我觉得这一关并不是只有选择这么简单，但好在我们是2个人。这样吧，我们一人选择1样东西，这样一来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于是在1分钟倒计时结束后，我和青青各自拿了一个防毒面罩和1瓶水。而在场的大部分人考虑到呼吸科的因素，大多都选择了防毒面罩，仅有少部分口渴的人选择了矿泉水。随着2名护士的撤离，喇叭声再次响起，看来大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下面进行人体毒气测试。话音刚落，墙壁上管子开始喷射毒气，接着天花板上的管子也喷射起来，整个大厅瞬间变得烟雾缭绕，10几号人被呛得开始咳嗽起来。几个选择防毒面罩的人开始庆幸，原来这一关是毒气考验，我就知道防毒面罩最有用，幸好选对了。说完他们就把面罩戴在脸上。我拿起手中的防毒面罩，然后看向青青。青青，怎么办？我们只有1个面罩。青青则比较淡定，先别着急，你看防毒面罩有些不对劲。我转头看向刚才那几位戴面罩的人，发现他们一个个表情变得狰狞起来，像是挣扎着想要极力摘下面罩，可面罩就像是狗皮膏药般死死地贴在他们的脸上。不一会，那几个人便倒地不起。看到这一幕，人群开始变得杂乱起来，吓得很多人把手中的防毒面罩直接扔在地上，不敢再戴。我问青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防毒面罩，沉思一会说道：你还记不记得总规则里说过，
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，而防毒面罩是属于口罩的一种，所以一旦戴上就无法摘下来，并且你看这防毒面罩是没有换气孔的，他们是被活活憋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这一关该怎么通过呢？此时大厅里的毒雾越来越浓，有人认为那瓶矿泉水是解药，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，可是不一会还是倒在了毒雾中。既然这瓶水不是解药，那只能这样做了。说着轻轻撕下一部分衣服，然后倒上矿泉水充当湿毛巾。无论是什么有毒气体，只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都可以尽量减少毒气的摄入，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扛到毒雾结束。听完我也赶紧撕下衣服，倒上矿泉水捂住了口鼻，而剩余的众人也纷纷效仿起来，有水的倒水，没有水的直接用尿，毕竟保命要紧。终于在我们将要到达人体承受极限时，毒气停止了喷射，毒雾也缓缓散去，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恭喜你们成功通过呼吸科的考验，目前存活人数9人，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5楼迎接下一科室的考验。相比于其他楼层，5楼有些昏暗，头顶上的吊灯好像也有问题，在一直不停地闪烁着，而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，像是已经很久都没人来过了。大厅的正中央有一座石桥，石桥下面则是浓稠的酸液，看着非常瘆人。就在众人对此次关卡疑惑之际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欢迎大家来到血液科，这一关的考验十分简单，只要你们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到达桥对面，就算过关。但是你们的血液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，请大家做好防护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做出行动。我宣布，5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。他们指的是什么？就在众人一脸懵逼的时候，一个人喊道：快看上面！我们这才发现，一只只毒蛛吊着蛛丝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，它们的体型不仅超出普通蜘蛛的好几倍，嘴上还长着锋利的獠牙，看着十分吓人。原来它们就是指的这些毒蛛。这些毒蛛缓缓降落，正好悬停在石桥上方的位置，像是这座桥梁的守护员。人群中有人喊道：趁着他们还没行动，我们赶紧跑过去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一个人刚踏上石桥，一只毒蛛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咬住那个人，那人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，没一会的功夫就被毒蛛吸干了血液，变成了一具干尸。这一幕彻底把众人吓傻了，众人再也不敢贸然行动。眼看时间只剩下3分钟，又有人站出来说道：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。我发现这些毒蛛都是吊在半空的，那就说明它们不会到地面上来，也许趴在地上爬行能通过去。说完他就率先向前测试，果然一开始的时候毒蛛并没有直接攻击他，可是刚往前挪动了一个身位的位置，他不知是触发了什么机关，突然一只毒蛛直接扑到他的脸上，几秒后那个人也变成了一具干尸。眼看匍匐前进的方法失败，有人开始失去耐心。我去，这也不行，难道这关真的无解吗？我跟你们这些畜生拼了！说着他拿起一旁的扫把便冲了过去，准备和这些毒蛛硬刚，可他也为他盲目冲动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结果被几只毒蛛围殴，最后连尸体都没有剩下。眼看时间又过去了1分钟，大家都有点着急，怎么办呀？难道我们等死吗？如果说桥上行不通，那说明我们可以走水路，水路肯定是安全的。好像有道理。话落，这两人便冲进了桥下的酸液里，可刚跳下去他们就后悔了，因为酸液迅速将他们的身体腐蚀，他们只能拼命地挣扎呼喊，可如今谁也救不了他们，他们只能看着自己被酸液无情地腐蚀掉。眼看时间所剩无几，我也有些沉不住气，打算鼓起勇气和这些毒蛛殊死一搏，却被一旁的女孩抓住了手臂。等一下，这样是过不去的，我们要等灯灭了再行动。我身旁的青青瞬间恍然大悟，我明白了，这些毒蛛与普通的蜘蛛不同，它们的视线有问题，它们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猎物，所以只能在有光的时候行动，并且通过前几人的死状来看，这些毒蛛好像只会攻击会动的物体，怪不得这里的灯光忽暗忽明，原来通关的诀窍就在这。眼看时间只剩下1分钟，于是我们3人立马跑到桥上，灯光闪烁的频率大概是1秒半，我们3人一边默念一边前行，只要灯光一黑我们就前进，只要灯光一亮我们就停在原地不动。在倒计时将要结束之前，我们3人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桥对面，我也得知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小美。就在我们3人庆幸之时，喇叭声再次响起，恭喜你们3位成功通过血液科的考验，请前往6楼迎接终极考验，只有顺利通过终极考验者才可以活着离开医院。6楼是整座楼的天台，在这可以看到头顶昏暗的天空，虽然只有6楼，但从天台往下看竟然是看不见底的深渊，令人头晕目眩。这真的是6层楼的高度吗？欢迎3位来到眼科迎接终极考验，我身后是一个空中悬梯，它连接着离开这所医院的出口，只要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强大的毅力，爬满10万级台阶，你们就可以获得自由。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放弃，如果放弃的话，那你们就可以留在这里，成为这所医院的规则管理者。
请你们自行选择。我们三人相互对视一眼，青青率先说道：“我选择继续，我不想留在这里。你们呢？”我也是，我还有家人，我要回家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我也是。不错，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终极考验吧。我会在楼梯的终点等待着你们。说完，那个护士便原地消失了。于是我们三人便开始爬楼梯，一边数一边爬，每个人都为了离开这里拼尽了所有力气。然而每爬上一阶楼梯，后边的楼梯就消失一截。青青有点吃惊，看来最后一关确实有些难度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退路，只能不断往前。小美应和道：“是呀，我们这才刚爬了300阶，距离10万的目标差得还远呢，我们一定要撑住啊！”在三人的互相鼓励下，我们又继续往上爬，直到爬到1800阶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累得不行了。三人瘫坐在楼梯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汗也止不住的往下流。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，估计我们还没爬满10万阶台阶，就会累死在半途中。就算不累死，也会一点一点脱水渴死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目前来看，这一关没有任何诀窍，好像就是体力活。从前几关挑战来看，每一关都不会是死路，这次肯定也不例外。大家仔细想想，一定可以找到通关的信息。会不会与眼科有关？突然我眼前一亮，我知道了。如果说与眼科有关，我能想到与这一关有关的信息，那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幻象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天台的时候，6层楼的高度几乎深不见底，按着正常的楼层高度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猜测，这里的一切应该都是我们眼睛的幻觉。青青也冷静分析道：“说的有道理，更何况让一个普通人一口气爬满10万阶台阶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楼梯的终点也不一定是离开这里的出口，估计那个男护士想让我们累死在半途中。那这次我们该如何通关呢？”小美疑惑地问道：“如果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幻觉，就好比我们睡觉时产生的梦境，也许只有让自己的身体清醒过来，我们才能解除梦境了。那我们从这里跳下去吧。一般从高处坠落可以让一个人从梦里醒过来，既然楼梯爬不上去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就只能这样去大胆尝试了。那我们就拼了！”说着，我们三人紧握着彼此，然后嘴里一起喊道：“1、2、3，跳！”接着我们便从楼梯上向下坠去。再次睁开眼，一位护士惊讶地喊道：“奇迹啊，你竟然醒过来了！”我问护士：“这里发生了什么？”是这样的，你之前已经是肺癌晚期了，为了营救你们，医院给每一位癌症患者注射了一种新型的药剂，被注射的人会陷入昏迷，进入一个精神世界，也就是规则怪谈世界。只有通过考验，才能再次苏醒过来。这一次的实验中，加上你竟然有3人奇迹般的苏醒了，你们真是太幸运了。而现在也意味着你的身体完全康复了。听到着，我沉重的心情终于放下，嘴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